托梦第6章，一笔财富。我能见见他吗？我有些坐立不安的道。你先别着急。警官压了压手，示意我先听他说。你能先告诉我，昨天是去那干嘛了？他问道。他的语气还算是平和，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设防。齐浩洋是我的朋友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坚定的道，也是救过我命的医生。我花了约莫10分钟，将我和齐医生的关系，以及近几天来我所知道的事情和我的种种猜测，对他大致的说了一遍。我觉得这个老头一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，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这样的举动。我重复着我的观点道。事情没那么简单啊，厉先生。警官突然抬起头，也盯着我的眼睛，缓缓的道。我被他盯得发毛，干涩的咽了一下嗓子，眼睛迅速离开了他的视线，却看到他锃亮的钢笔套反射出的炫光，一时间竟然出了神。他突然用钢笔尾巴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几下，接着将笔帽一合，咔嗒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声响。我这才回过神来。说实话，从医院醒过来起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好，昏昏沉沉，声音大一些都会感到头脑要炸开。我没有说话，警官舒了一口气，突然微笑地看着我道，你还能记得昨天下午发生什么了吗？他的这一问不禁让我汗毛倒立，一双阴森可怖的闭眼，以及渐渐模糊的画面。之后呢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只记得醒来就躺在了医院的床上。我张大了口，咽了咽干燥的喉咙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你算是命大，我看那一跤摔得着实不轻。警官笑着对我道，当时我和另一个同事正在领守人家里整理现场，你一进来我们就发现你了，看你的样子也是好笑，喊你半天你都听不见。警官指了指我的耳朵，笑了笑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表示真的没有听到。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个时候闯进来，既然你不理，我们就想看着你到底要干嘛。警官接着道，我看你一会儿蹲在地上，一会儿又围着树绕圈，小李怕你踩乱现场，刚要跑过去制止你，人还没到，你就大叫一声倒下了。我大叫道，对，我那时看到一只野猫。野猫？警官微微斜着头，握了握手中的钢笔，问道，你是说？我想起来了。我抢过他的话道，对，可是它并不像正常的猫，叫声也不一样，我还看到它的口角流有很多咸水，你们没看见吗？警官摇着头表示否定，他皱着眉头，若有所思，片刻之后拨了一个电话，道，喂，小李，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有个事儿要问一下你。从措辞语气中能听得出他的职位可能不低。果然，也就1分钟的时间，门外传来急促的皮鞋底敲打在大理石地砖上的脚步声。杨队长，一个年轻力壮的警员道。这位杨警官向警员微微点了点头，道，是这样，你昨天下午发现他倒地的时候，附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动物？对，一只灰色的大野猫。我着急地补充道。警员先是一愣，转头看了看我，这才反应过来。他皱起眉头，
咬了咬嘴唇，呲着牙，吸了一口长气，道：还真没有。我张大了口，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。我刚想抬起手指着他说：你那么大一东西都看不见吗？可是被杨队长止住了。他摆了摆手道：什么都没有吗？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什么动物？警员又回忆了片刻，道：您要是这么说吧，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也没有顾得上看别的地方，就想着别把尸体附近的现场给破坏了，所以直到他倒下之后才顾得上检查一下四周。后来除了掉下来的那只死野鸽子差点砸到我，别的什么动物还真没看到过。死掉的野鸽子，我心中暗忖。好，行，谢谢你，你去忙吧。杨警官拍了拍警员的肩膀，笑着道。这时候我有些按捺不住了，可是杨警官仍然示意我坐下来，耐心听他说。我心里也很清楚，关于这件事，很显然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。至于能不能见到齐浩洋，恐怕还得他点头才行。杨警官重又坐到了我的对面，推过一杯水，示意我一个请的手势。我接过茶水，他也喝了一口，缓缓地拿出了几张好像学生写文章用的红条纹纸。我不得其解，透过纸张的背面看到零零散散的一些文字，写了什么我看不清，只能看到那些字写得非常大，好像视力不太好的人才会那么写。也算是巧合吧，昨天下午你刚到的时候才发现的，当时都还没能打开看一眼，你就倒地不起。如果不是他，恐怕不论是齐浩洋，就包括你，都有可能会卷入一个刑事案件中，你知道吗？杨警官表情严肃地道。突然间，我好像误吞了一个大枣，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我这才缓过来。我能感觉得到，他们一开始肯定是发现了一些疑点，才会把林姓老人的死怀疑在了齐浩洋的身上。可齐浩洋只是一个医生，难道他会有杀人的嫌疑？绝不可能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。但是眼前的这位杨警官也是个犀利之人，这里面的文章，我相信有他在，必然会弄个水落石出。你先看看这一张。杨警官递给我其中一张纸，道：这是从隔离病房的抽屉里取到的。从内容来判断，这应该是一封遗嘱，里面有很多方言，但内容很简单，主要是想表达，如果执笔人死亡，其名下的所有财物、书画作品、房屋以及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产权，全部无条件赠予一个人，落款人是林守仁。我一看完，就瞬间明白了整件事之所以会扯上他的根本原因。遗嘱里的受赠人正是齐浩洋。如此说来，那的确是一笔不少的财富。